熊样，娘当初真是瞎了眼睛了，是嫁给你这种人，挣钱不行，床上功夫也不行，趁早去死吧！丈夫辛苦开网约车挣钱，结果回到家连口饭都没有，只剩一碟花生米。丈夫只是抱怨了2句，就被妻子指着鼻子大骂，而他丝毫不敢反驳，只敢躲进车里埋头痛哭。他本以为等妻子消气后，自己回家就好过一点，可没想到刚到楼下，他就听到了暧昧的声音。即使到了这种地步，男人还是选择躲回车里。为了孩子，也为了不让这个家散了，他只好找个理由给妻子打去电话，提醒他自己快要到家了。等回到家，他鼓起勇气找到妻子。今儿没做饭呀？伯伯，我说那饭呢都馊了。那你去扔了去啊！男人饭还没吃上一口，就又被妻子赶着出门干活。什么都干不成，真是个窝囊废。看来是好事被打断，女人没地方发泄。男人回到车上调整好情绪，再次老老实实开着网约车去赚钱。不成想刚接一单，就遇到一个疯婆子，女乘客全程骂骂咧咧，他好心相劝，哪知女人丝毫不领情。最终男人忍无可忍，直接将女人敲晕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果断将女人的手腕割开，亲眼看着她血液流干而死。此时男人的心情才终于平复下来，但今晚他也没有心情干活了。回到家，妻子在卧室吃着零食，看到丈夫回来一点好脸色都没给，还抱怨丈夫没给她取快递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醉汉在路边看到一个美女，本以为是场美好的艳遇，等他靠近一看，女人面色苍白，身体早已僵硬，醉汉瞬间被吓得酒都醒了。随后他就连忙报了警。警方对尸体初步勘查后发现，死者是被割腕致死的，但现场并没有任何血迹，周围也没有找到任何凶器，因此警方判断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死者身上有束缚性伤痕，但是并没有发现反抗痕迹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线索。凶手割腕后眼睁睁看着死者流血而亡，期间持续时间起码60分钟。受害者会先因为失血休克，然后才会慢慢死亡。凶手作案手法十分残忍，排查死者社会关系后，并未发现死者跟人结怨，因此警方怀疑凶手是随机作案，这就意味着凶手可能会随时作案。通过调查发现，死者最后接触的人是网约车司机钱程，这让队长想到，这已经是第2起坐前程车出事的案件了。警方再次将他叫到警局询问，而他却表示乘客都是中途下的车，至于他们后来去了哪里，他也不清楚。当警方问起乘客为什么会中途下车，钱程表示当时只是跟他们争执了2句，起因是之前一个家暴的报道，他觉得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报道应该全面一点，而不是以偏概全。结果那个乘客当时就炸了，最后他才知道，原来那个报道就是那个乘客写的。警方虽然觉得钱程嫌疑重大，但是搜查他的车后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无奈警方只好放他离开。可令警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竟然放虎归山了。当晚再次有人遇害，警方查询程前的接单记录后发现，每次他接到受害者的单子，客户中途下车后他就没再接过单，连续3个受害者都一样。正常情况下，他一般不干到12点是绝不收车的。于是警方决定24小时监视他。果然在前程安静7天后，再次发生了乘客中途下车的事情，而警员在盯梢时却被一辆黑色汽车恶意别车超在了前面。同样的套路，同样的吵架，不过好在这次有警察跟踪，女乘客才幸免于难。从乘客的口中得知，他们在行驶途中发生了争执，不过前程并没有任何危险行为。他上来就问我是做什么的，我跟他说我是做微商的，他突然跟我来个假货，你说我能不火大吗？警方怀疑那辆别车的轿车在一直跟着前程，为了就是接半路下车的女乘客。警方调取监控后，根据车牌锁定了车主，不成想嫌疑车辆竟是套牌车，但是在车主车上找到了违禁品，而车主也因此进了局子。随后警方还原了嫌疑车辆的路线图，找到其中无监控区域，因为那最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果然警方在一个水库边上找到了一排车轮印，从现场痕迹判断，应该是有辆车开进了水中。随后警方在水库里打捞，果然从中找到了一辆奔驰车，并且从车内提取到了受害者的血液和 DNA。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钱程竟在这关键时候投案自首了。他坦白地表示，3名死者都是他杀的，并且他清楚地说出了自己作案的经过。第一个是我用车的后靠枕闷死的。他甚至嚣张地表示，第一次杀人时没有经验，从没想过杀一个人那么费劲，后来他就知道怎么做了。第2次他把人绑了起来，这次效果明显好多了。之后每次他都会在受害者的水里加药，虽然量少，但是足够他做完一切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他专门偷了一辆车套了牌，
所以从他车里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痕迹。钱程对作案细节描述的事无巨细，但是队长早已推测出他们的作案过程。钱程明显是在撒谎包庇同伙，因为钱程每次都会故意激怒受害者，导致乘客中途下车，然后给自己同伙留下机会。最后同伙出手诱骗受害者上车后将人杀害，并且队长推断钱程的同伙一定外形优越并且收入上乘，不然受害者不会轻易放下戒备。但这样条件优渥的人，两人又是如何认识并结成同伙的？随后警员来到钱程家地下车库查看，在他的车上发现了一盒价格不菲的雪茄。就在这时，刚好有辆豪车停在了对面，队长上前借火，竟意外发现他的车上有一盒与钱程一样的雪茄。就当队长亮明身份准备例行询问时，张科竟一脚油门冲了出去，警方全面布控，终于拦下了车子。不成想司机却换了人。就当众人对张科行为疑惑不解之时，队长突然想到，难道钱程是想借张科之手除掉自己妻子，因此才甘愿自首替他顶罪？队长再次提审钱程时，一开始他一句话都不肯说，可当得知自己老婆已经死了，他瞬间松了一口气，内心无比轻松。就在他感慨张科信守诺言的时候，他真的很仗义吗？钱程怎么也没想到，刚才队长说的都是在诓骗他，原来张科根本没有帮他杀老婆。等他看到老婆完好的站在自己面前时，他顿时傻了眼，本能的恐惧和压抑情绪再次席卷内心。你个王八蛋，你要杀我你！你居然要杀我！我付出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要杀我！这一刻，钱程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当知道自己被张科欺骗后，他如实的交代了一切。张科看似完美的人生，其实有个极其不完美的童年。身为孤儿的他，是姨妈将他抚养长大的，但姨妈并没有善待他，时不时都会用最尖酸刻薄的话对待他，导致他因此产生了阴影。为了释放内心压抑的情绪，他最终选择对那些无辜的女性下手，而他也需要一个老实人帮他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钱程，了解过他糟糕的生活后，他就主动跟钱程搭讪，一来二去之下，两人就成了好友。也是他教钱程释放情绪，但事情败露后，他再次找到姨妈，就是为了了结自己最后的心结。可这一切都被赶到的警方及时制止，最终张科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而面对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点赞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